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伊。影片开始之前，想先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因为我的频道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1000的订阅了。说起来有点惭愧，毕竟工作有点忙，更新影片的速度已经是几乎是佛系的境界了。去年8月从雅马哈的 Force 跳槽到了三洋的 DRG，最近这台 DRG 也差不多刚破了1万公里，刚好今天上班出来帮忙跑个腿。就顺便录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好了。那么 DRG 骑到1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感想呢？以及从签车到现在到底花了什么钱在这台 DRG 上面呢？原厂说明书写1000公里换一次机油，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乖乖听话去换的，因为多少公里换机油这个话题，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。那我自己大约都是在1000到1500公里之前更换，有点看心情换的感觉。那我用车的习惯是上下班来回大概会骑个40公里左右，那一星期上班5天，大约就算200公里，加上假日可能会出门，所以一个月就算1000公里好了。这样算起来，大概一个月就要保养一次。那每次的保养就是换机油、齿轮油或是空滤。所以这样算起来，每个月大约是花费在500块左右的，在保养的上面。另外油耗方面我也非常满意，不过因为我都是把怠速熄火的功能打开，我没有去测试过没有开怠速熄火的油耗表现会怎么样。那以我上班通勤的使用情况下，我的平均油耗大约是落在每公升34公里到每公升36公里之间。那这个油耗表现，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，是之前骑 Force 完全不会看到的画面。那油钱的部分也以一个月1000公里计算的话，大约就是花在800元左右。第二点就是行车记录器，当初刚签车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请店家帮我装好行车记录器再交车。那行车记录器算是我在这台车上面花最大笔的，印象中当初装的时候大约是花了8000多吧。我安装的行车记录器是宝利来的神鹰，简单来说会选择这款神鹰是因为它是前后2K 的行车记录器，加上常常骑车出游，虽然现在有点忙没有时间出游，可是就觉得在路上会遇到很多想要记录的事情，或是什么突发状况回来会想要跟大家分享。不过我不可能永远都把 GoPro 架在安全帽上面，所以才会想说有一款高画质的行车记录器感觉还不赖。那目前使用的画质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因为我从2022年的9月签车骑到现在是2023年的7月，我发现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太热，我的行车记录器常常没有反应，有时候启动会直接失灵。这部分我可能要回去问问车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毕竟装不到1年有这种状况，我会觉得蛮可惜的。第三点就是手机架，手机架对现在的机车族来说应该是必备的配件了。不过市面上的款式很多，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种。那曾经跑过Foodpanda的我，因为手机架的问题震坏过一只 iPhone。当我将餐点送达要拍照回传的时候，我打开相机的时候心都凉了，因为这个相机是开得起来，但是永远已经对不到焦了，它一直在失焦的状态，像是被震到呛掉了。从此以后，对于手机架的选择就会比较小心翼翼。那这次选择就是教室的黑准手机架，这一个价格大概是2000元上下，个人觉得有点是偏贵，但是我觉得买的蛮值得的，因为真的蛮稳的，加上它有类似防震的效果。幻想有一天机车的仪表板上面可以整合类似像汽车的 Apple CarPlay 那种功能，感觉好像不错。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车架应该会。第4点是坐垫，其实 DRG 原厂的坐垫我觉得不难做，当初也没有打算要换了，因为大部分的用途就是拿来上班通勤用。不过有一次骑比较长途回来之后，就跑去以前的坐垫行重包了一下，很多人都说可以直上那个巴丰特坐垫，说实话我也蛮心动的。有天发现停在我隔壁的 DRG 是巴丰特的坐垫，我就偷偷坐了一下，
真的是很软 Q。不过身为小资族的我，看到那个价格是有点下不了手啦，所以还是去了一般的坐垫行加工一下。那我是去位于新庄的宫格坐垫，老板很健谈，也愿意给我一些意见供我参考。那互相讨论之后才开始动工，我觉得是一间蛮不错的坐垫行。大致上就是削了一些原厂的坐垫的海绵，再补上一层比较软的海绵，然后让整个乘坐比较舒适。但我觉得效果是因人而异啊。如果真的要骑长途的话，我想我改这个坐垫应该还是不太堪用的。那改这个坐垫大概花了我印象中是花了1800。接下来是车厢内衬。其实内衬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不该讲，因为好像没有很重要，感觉比较少的人在意这个东西。但我自己是很讨厌东西放在车厢里面撞来撞去，那个扣扣扣的声音。或是当车子使用久了，我要打开车厢拿东西的时候，看到很多刮痕，感觉就是旧旧脏脏的，看了心情就不是很好。那这个内衬的花费大概是1000块台币吧，那时候是在虾皮上面买的。接下来是验车还有罚单这部分，这应该也算是在持有一台 DRG 的成本里面吧。当初签 DRG 的时候拍了一支影片上传，因为我是冲着 Keyless 跟透明油杯来的。不过原厂 Keyless 版本好像没有出白色的，所以我就落地直接换白壳。不过我没有去把行照做改色的变更，所以我的行照上面就不是白色。但因为我自己是抱着心存侥幸的心态，没想到就在某天下班回家就看到验车单，上面写着车色不符。那上班时间很忙，又没有时间自己跑一趟监理站，所以我又把车骑回去问车行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，看看这个变更行照需要花多少钱。那老板知道以后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换白壳有给谁知道吗？”然后我都不好意思讲，我当时牵车太开心，就拍了一支影片传到 YouTube， 还跟大家说：“我落地换白壳。”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检举我。总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只要跟车色和行照上面不同，不管颜色有多普通有多安全有多普通，还是要做变更车色的动作，不要跟我一样做了错的示范。印象中这个验车那些处理好像花了800元吧。另外就是罚单的部分，简单来说就是有一次回家的时候，归心似箭，在路上骑得比较快一点，就不小心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，刚好就被后面的骑士检举。事后我好像连续收到了2张，那2张都是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。然后家人就问我说：“这个不到5分钟可不可以申诉啊？”我就说：“那就搅一搅吧，反正没打方向灯是我的错。”从此以后，我都会乖乖记得打方向灯。毕竟2张罚单，总共花了我2400元。那最后整理 DRG 一整年的花费，是粗略计算的状况。当然，这是第一年会花比较多的费用。那红色的部分框起来是我觉得每一年都必须会花到的钱。那我把红色的加起来大概是17000左右。平均每个月才1400多，不到1500。我觉得以这样的花费来说，算是非常好养的一台白牌机车。当然，如果对车厢比较有要求的话，可以看看黑曼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厢空间的确是 DRG 的硬伤。那花费讲完之后，就来讲讲优点跟缺点好了。对我来说，这台 DRG 的优点就是外形好看，虽然见仁见智。那操控很轻松，我是跟之前的 Force 比较起来，觉得轻松。那脚踏空间是真的，脚踏空间蛮大的，骑姿端正舒服，加上 ABS 还有 TCS 这2项安全辅助，还有 Keyless 也不赖。虽然机车做 Keyless 有一部分的人不喜欢，但我就觉得有利有弊啦，这部分就不讨论了。最后就是签了这台之后发现的缺点部分。第一点不外乎就是车厢空间了，不要说放进一顶全罩安全帽，我连3/4都有问题了。但是你说它小也不算小，
因为很多雨衣那些必备用品其实都还算放得进去。第二点就是开车厢一定要熄火，我不知道以前的 DRG 版本是怎么设定的，不过这个 DRG Keyless 的版本，你如果要开车厢，你就要先熄火才能转开车厢。我不知道这是安全考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。第三点就是传动打滑问题。我目前的 DRG 大概是1万公里，其实在7000到800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点点感觉，尤其是上班时候，塞在车阵中缓缓前进的时候，总是觉得稍微补油门，车子好像没有要动的意思，再稍微补多一点，车子就会突然冲出去。它每次起步的时候，或是塞车的时候，就会特别难受。不知道是不是通病，还是我自己的骑乘习惯导致的，所以我可能之后还要回去问问老板这部分怎么处理。那第4个缺点就完全没办法避免，就是因为换了 DRG 之后，常常被开玩笑说是屁孩，说是猴子车里面 DRG 排前几名的，所以我觉得躺着也中枪。但我真心觉得身高偏高的男生骑了 DRG 绝对不会后悔，因为那个脚踏空间实在是太友善了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也再次感谢各位让我的订阅人数突破了1000人。这的确是我近期生活中发生最棒的一件事了。之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会继续努力出片，练习一下自己的剪片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罗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